14年前，在河北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名叫左启华的农大博士生，27刀捅死怀孕妻子，其中2刀还贯穿了胎儿的头部，手段残忍，事件恶劣。那么左启华究竟经历了什么呢？到底和妻子有多大仇恨，才下此狠手？左启华和石景孙是一对夫妻。2010年，左启华的父亲过世，按照老家的习俗，儿子和儿媳需要为长辈守灵。而此时有孕在身的妻子石景孙坚决不愿意守灵，一是对丈夫左启华农村老家的环境感到不适应，二是由于孕期激素影响，情绪波动很大。之后2人在回家的路上大吵一架，丈夫左启华撂下一句狠话：死的是我的父亲，你这么做我要让你陪葬。回到家后，还在气头上的石景孙搬到了学校宿舍住，也没把丈夫的话放在心上。而她没想到的是，此时左启华却在谋划如何杀害她。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，日常生活里他和往常一样哄妻子开心，讨好妻子，并假装成模范丈夫的模样，在社交平台上咨询孕妇如何调养身体，还得到网友们称赞。数月后，待左启华准备好实施计划，他便开始行动。他原本想用一个新手机号约妻子到荒郊野外将其谋害，却未料妻子拒绝接听陌生人的电话，计划告吹。紧接着，左启华又心生一计，打算在妻子住处将其谋害。2011年元旦假期，左启华男扮女装，穿上裙子和高跟鞋，戴上假发，混进了妻子的宿舍，对突如其来的丈夫石景孙毫无防备。左启华从身后拿出尖锐的匕首，狠狠地刺向妻子，整整27刀，刀刀要害。案发后，左启华还将现场重新布置一番，又主动报警，企图迷惑警方。但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，才发现他就是凶手。案件曝光后，很多人质疑，只是因为拒绝守灵就要谋害妻儿，似乎有些不合情理。最终在警方的审问下，左启华谋杀爱妻的真相才公之于众。80年代初，左启华生于河北农村一户穷困家庭，父母忙于生计，家中还有一个智障哥哥。从小他就听话懂事，照顾哥哥，因此他养成自卑内向的性格，在学校里也很少与同学来往。由于家中经济困难，左启华一家时常在温饱线上挣扎，这让小年纪的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，长大后改善家中困境。就这样，左启华10年寒窗考上了大学，妻子石景孙是他的大学学妹，性格外向，常常主动与左启华搭话。渐渐的，2人越走越近，一个爱说，一个点头微笑愿意听，形成性格互补，自然谈起了恋爱。大学毕业后，2人在不同城市工作，左启华留在保定当老师，并继续攻读博士，而石景孙则到石家庄一所大学任职设计专业老师。彼时2人的婚事也提到日程上了。左启华的父母对未来儿媳很满意，年轻漂亮，学历又高，关键收入也不错。但石景孙的父母则嫌弃左启华收入低，出身不好，还有一个拖油瓶的智障哥哥。尽管父母百般阻拦，石景孙还是执意嫁给左启华。本以为2人排除万难修成正果，能够携手抵御人间风雨，但婚姻不是有情饮水饱，在生活中将时刻经受着现实的考验。结婚后，由于左启华收入只有石景孙的1/3，不得已，左启华大事小情都得听妻子的，内心难免不平不满。除此之外，石景孙也时常听到同事们谈论自己的丈夫月入1到2万，心中开始不平衡。于是在家中，石景孙有意无意地贬低丈夫，这让自卑的左启华痛恨自己的无能，更加深对妻子及其家人的恨意。随着2人的吵闹频率增加，左启华内心的怒火已到达顶点。直到左启华父亲去世，2人又因守灵问题发生激烈争吵，彻底点燃了左启华的杀妻念头。最终经法院审理后，判处左启华死刑。左启华出生在贫困家庭，从小形成自卑敏感的性格，表面上迎合讨好他人，实际上内心极度压抑。
在与妻子相处中，不平等的关系更加凸显两人的矛盾，最终积怨成灾，起了杀心酿成祸端。这一案例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女孩，在挑选伴侣时，除了外表、学历、职业外，原生家庭的生长环境也要慎重考虑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记住，结婚要慢，离婚要快。结婚前深入了解，仔细端详对方的人品，结婚后若发现所托非人，及时止损才是上策。毕竟，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，再怎么认真都不为过。